好，来看看今天我呢给大家伙儿带来的是《三国战记》完美版的系列啊，也就是119最完美的目前网上模拟版，来自于游戏平台的版本啊，天王难度马超尽血尽剑的一命通关教程。这里面呢跟大家伙儿讲啊，就是其实呢主要是尽血啊，因为天王难度尽血的话呢，就相当于你要奔着一命使劲儿，那就奔着无伤玩法。当然它肯定没有所谓的什么这个5进啊，或者说是3进难。但是呢，它不进这个道具，而这个马超呢，咱们是不进道具，但是马超呢，咱们是不能用这个属性剑啊。这里面如果你看马超，如果要是用这个青钢剑，对吧？如果用冰剑的话，这个马超也是很烂啊。这个那不让用的话呢，咱们就比较难受了。而马超这里面，我跟大家伙讲过很多样的角色啊。类似于像马超这样的铁憨憨啊，明明手里有武器，然后先上来，先是一个少林围陀掌，对吧？先拿那个手往前打啊，这个像他这种玩法，我跟大家伙讲啊，就是他倒不是说怎么样，这个你看，你像他的下蹲 A， 这个是整个马超最赖的招式，没有之一啊。你看，无论是清小兵再加上马超本身这个人打动物啊就比较快，下蹲 A 打得非常疼。所以说这个马超这个就比较好，因为它可以用下蹲 A 来做这个攻击。它的前锁啊就比较看起来比较面，它的前锁打到人了之后呢，就跟那个关羽啊什么貂蝉似的，然后自己还往后跺一下。不过事实上呢，就因为它是这么一个设计啊，反而它可能玩的更嗨一点在哪儿呢？就是说这个马超它可以选择，比如说像什么爆气，然后把对方打成浮空状态，前锁。再加上有属性剑啊，这个伤害就别翻了。但是由于呢咱们不让用这个属性剑啊，就是所以说呢这个难度呢比之前的天王尽血一命要难那么一点，难就难在呢不让用这个剑，对吧？你不能用这个冰剑呀、电剑呀这种，那可能就少了一点清 BOSS 的这种手段或者清小兵的手段啊。当然这都是小事儿啊，因为本身高手其实差这点剑无所谓。本身呢，你就可以用道具，你看咱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小宝啊，甚至是咱们说隐身衣什么的都可以。这里面呢，咱们给出的这个难度呢是，比这个5进要简单的多，但是它的难点也是依然存在的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一命，它不像说5进的话呢，就是一臂和一命啊，它俩的玩法又不一样。虽然说呢，咱们这个尽血一臂啊，尽血一命呢是比较简单，但是呢。也简单不到哪去，因为对于菜鸟来说啊，你无论哪个要求都白扯。说难听点，给菜鸟一个天王难度，你想要一命通关，你想一臂通关都打不了啊！就给你诸葛亮，你可能都通不了关啊。反正我是通不了啊，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。我之前呢，天王难度诸葛亮，什么都不进的情况下，我记得好像炸了好几天，好像是通关了，就最后一条命。但是你选的是诸葛亮啊。那你要选别的角色，那不白玩吗？那不啥也不是吗？而且什么都不进啊！这里面进血，它难就难在，你他妈的，对吧？你只要挨打了，对吧？我来了就是查寝了，挨打了就是死了，对吧？就以后挨打了就你咋吃血都不好使，知道吧？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看看马超啊，这里面呢，其实。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进玩法？很多人说啊，小狼装逼呗，这帮高手觉得自己怎么玩都能通关，是不是？其实也不是。第一呢，老板也要求啊，操作者呢是这个小李仔爆你头啊，我也是解说过好几次他的视频了，包括貂蝉的视频。但这里面跟大家伙讲，就是说，这样的啊，它有这么一个设计啊，就是说，咱们可以作为实验的玩法，可以做教程玩法，什么呢？比如说啊，他所有的时候，比如说他进地不让放宝，就是咱们不能放这个道具的话，那么咱们怎么去打 BOSS？ 那这是一个思想，对吧？也算是一个实验型的这么一个教程。那如果说咱们没有血，就比如说咱们对于新手来说啊，咱们最害怕的就是血不够了嘛，打着一挨揍，然后咱们就得补血。那这里面咱们就假设没有血，或者咱们就是怎么才能不挨揍？用这个来做一个实验也是可以的，啊，包括呢，咱们现在没有血的情况下，咱们怎么用道具玩赖，
对吧？因为咱们正常是合理的啊，你玩这个游戏咱们就应该玩赖，比如说有很多合理的玩赖手段，像什么卡兵，对吧？你打 BOSS 的时候把兵卡住，这个就是玩赖。但是那你必须要这么玩啊，对吧？你要想玩的好，那肯定就得这么设计，对吧？啊，好，他刚才选择1、2、3、4接这个下上，这里面呢，其实马超啊，咱们用这个带放气儿的啊，其实还是蛮赖的，因为本身马超呢这个人呢，他就是说爆气之后练那个超必杀呢，也是非常逗啊，非常牛逼的这么一个东西，尤其是打 BOSS 的时候，一个灵犀一指，啪啪2点，这2点伤害可不低，那你懂吧？啊，1、2、3、4，前手撩起来，跳 A， 这个一定要看小兵啊。其实啊，如果说他这个玩法如果玩得好的话，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牛逼的东西，就是我无伤，对吧？那无伤的话呢，其实进血跟无伤，你这么一想，进血的玩法就是无伤玩法，只不过让你容错率容几次啊，让你多容几次而已。好的，一个土雷捡起来，小箭头，1、2、3，前手扎，好的，直接扎死。第一关马超无伤，兄弟们，还是看起来比较震撼吧啊！其实我感觉诸葛亮无伤，对于我来说挑战个14、8次能成功1次啊，我感觉是能成功1次。但是你要是马超的话就比较难，因为马超大多数的时候呢，你除了放那个必杀，大多数的时候还是要贴身肉搏啊，就1、2、3、4前手，哪怕是要1、2、3、4前手，再加上天王难度有铁甲兵，你这个就非常难受了啊。病好点了吗？好一点点了，那好了一点点。越来越好啊！好，连续的单 A 下蹲 A， 马超打这个小动物啊，也是比较快的。比如说他打小动物的话呢，像打什么蝎子啊，利用下蹲 A 来打 A 2下就死了啊，非常爽。你看这个就是手里拿着剑，第一下必须要用手。而且还慢，必须要10级之后才能快啊！你这个，所以说啊，有的时候游戏设计啊，有的时候大脑可能都残缺，就是你这手里有武器，第一时间你要如果拿剑，你第一时间你应该怎么玩？是不是应该像那个地下城与勇士里面什么狂战士啊，什么离鬼剑术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都得这个，他这个一上来，操，对吧？你就得下蹲 A。你看，这才是正儿八经马超的神技啊！最牛逼的攻击啊，下蹲 A 可以秋兵，而且攻击力很高。你甚至用这个招式啊，可以选择可以卡那个，可以破阵，就是破那个吕布的那个阵，非常非常厉害啊！好，哈尔滨疫情严重，我们这儿没有疫情，到目前为止。有个别的密切接触者，到目前为止都是阴性啊，都没有问题啊，都已经结束了啊。好，从上面走，1、2、3，直接走啊。这里面咱们由于是进血啊，奔着无伤玩法使劲，所以说你根本不用考虑这个什么多打点气儿啊，反正你能安全就安全一点，对吧？奔着安全使劲啊，你挨打一下，这辈子就挨打了，而且你升级了也没有用啊。升级了它也是加血量上限啊，你懂的啊。好，马超是西凉铁骑嘛，铁骑，现在好像都改成骑了啊，已经把那个骑给改良了，改掉了啊。但是这个。马超这个人吧，因为这个孟起兄啊，他确实是西凉出身。你看西凉就出狠人啊，最开始董卓不也打这儿来的，对吧？像这个雍凉之地一般都出狠人啊，这北方的人啊，一般都是比较这个，对吧？比较这个彪悍啊，无论是行事风格还是什么的啊。好，当然也不得不承认，还有一个叫南蛮。那你说那个孟获那边怎么说啊？好，感谢我们的小胖子 KYO 赠送我狼了一手大金卡。好，这里面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忍者兵啊，对于这个马超来说啊，还是挺难打的。这个这个兵种啊，都是有克制的。比如说你像这个诸葛亮，
他就克这个拿破仑，对吧？你诸葛亮的话，基本上好像15级还是20级啊，还是10级我忘了，好像是15级吧啊，就 A 2下就死，你只要 A 这个这个拿破仑就会死，好，直接走。邪古道，咱们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讲说诸葛亮啊，对吧？这个和这个司马啊，和这个曹真，然后两个人这个斗智。这个曹真是大都督，对吧？然后那个司马懿是副都督啊，就是2把手。然后一个呢守击鼓，一个守斜鼓。你像这个就是斜鼓啊，斜鼓道。支持我狼人直播愉快，那必须的啊。好，前错，看像这种前错啊，直接就是2点啊，拆这个炮车特别的快。2、3、4、5、6，直接给撞掉啊！到目前为止还是无伤的啊。你说他一共能挨几次打？你们猜？现在是5级了，涨了一个血量上限而已，还是无伤。到什么时候能够无伤结束啊？因为咱们可以放宝，所以说无伤这种事儿吧，还是有可能挑战啊。因为人脑挑战无伤，那肯定是很多人觉得有点难啊。除了诸葛亮之外，但是呢，你 TAS 挑战无伤，无论你选什么角色，那随便啊，就你们玩也一样的，真的。好，卡住兵之后一顿前撞。这个马超咱们是可以吃太清丹经的啊，但是像什么张灵剑呀、什么黄石公啊，这都吃不了啊。好，卡住兵之后，这是尾连。虽然说是有连击啊，但是大家伙都知道，这并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连招。好，一顿点，哎呦我这明显是超级神腿啊！这是传说中的马超，是传说中的这个叫什么英雄豪杰、侠骨柔肠之大腿。而且马超刚才那个上下手，你们看像不像那个什么？像不像那个金家潘那个红缨圣？有点像啊。这是武当派的。好，小动物，泡泡龙，一个小兔，然后一个野猪，外加一个龟。我就不明白，马超为毛不穿衣服却还要一个披风呢？披风是为了帅啊，对吧？我操，这个为了安全，披风确实是为了帅啊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们玩什么各种游戏，甚至我当时玩那个叫什么劲乐团，我玩劲乐团的时候都有这个披风啊，就是有披风，就像玩那个什么有翅膀，你玩那个叫什么对吧？玩那个各种那个网游还得有翅膀。就翅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，就是为了帅。当然加一点属性那另说啊，就是为了帅啊。就是你像这个披风，就是咱说实在话，你说保不保暖呢？我实话实说啊，保暖，对吧？你有就比没有强，关键时刻披一下，对吧？扛风。但是像他这个逼样披是一点用没有啊，一点都不保暖啊！你这就为了帅啊，就是啊。夜魔披风，夜魔披风是啥？那个《梦幻西游》里面的70级还是60级的那个衣服啊，夜魔披风啊。好，西凉，你说西凉和西凉女国到底是哪个啊？一个是凉州的凉啊，就是2点水加个精那个，对吧？一个是那个姓梁的梁。对吧？宋齐梁陈那个梁，西凉女国，西凉马超，反正三国第一国王啊，第一背锅王是谁啊？那就是马腾，对吧？这个是你们看啊，你们看三国里面，这个曹操最忌惮的人啊，很多人说曹操最怕谁啊？怕刘备。曹操最怕谁啊？最开始怕袁绍啊，怕这个怕那个。我告诉你，曹操最害怕的人啊。他最害怕的就是马腾，后来果断给把马腾整死了啊！你这一整就是，你就说那西凉马腾，这马腾反正是劲儿的啊。
马超真实战力在三国能排多少？如果是真实的三国战记，那个三国战记，《三国演义》，如果是真实的《三国演义》小说里面，我认为他能排在第2位，他应该能排在这个，吕布之后，跟张飞差不多，甚至比张飞稍微的猛那么一丢丢啊。当然，这是我认为啊，这是我认为，因为是毛主席说的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三国志，那就没有说什么厉不厉害的啊，那没法说啊。这个东西，一个军队的战斗力，它并不是说一个主将有多猛，对吧？谁也没有说主将上来，你玩四国军旗，你说你上来我司令39的，对吧？你如果说你正常你现在打仗，你见过哪个老大一上来我先跟你干一仗？我操，那没有这说啊。好，一顿下蹲 A， 但是按照我个人的这个思想啊，第一是吕布，这个确实毋庸置疑啊。你要这么说，吕布也没杀过什么太牛逼的猛将啊，对吧？吕布杀的也没有什么太牛逼的猛将了啊，我只能这么说。但是呢，按照我个人理解呢，排到第2位的是张飞啊，反正我认为张飞猛啊。好，前撞。因为咱们可以吃这个招安状啊，所以说该捡这个将军印要捡的。好，9连，这是尾连，没办法啊，尾连他就可以强行的破掉啊，这确实没招。前撞，啊，先打死一个兵无所谓啊，一个兵无所谓的可以卡。好，前撞，前手。追地，这都随便玩，这是正常的玩法啊，都不接了啊。1、2、3下蹲，1、2、3下蹲 A， 然后再1、2、3，它可以强反，你看强制型练招，比如说练这个快速逃离战场，然后再打。1、2、3，好。其实运气不是特别好啊，否则可以一直连就连死了。你看第3次，哎，这回运气不错。再来，漂亮，直接打死！1、2、3、4。马超的招还是蛮帅的啊。吕布没有杀过猛将，没有猛将敢跟他 PK， 你别闹了，你当人飞哥是开玩笑的啊！吕布说啊，有本事咱哥们儿咱玩拳皇97，对吧？咱不带。谈到生死的，或者说我把你打死了，我怎么地的，对吧？那行，你说你张飞这哥们玩命的选手啊，他不敢跟张飞硬着干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有内心描写啊，有内心描写，张飞自己亲口承认这个吕布这厮英勇啊，对吧？而且无论是吕布的这个18般武艺，包括他的那个射箭技术，张飞也是服气的啊。张飞他骂吕布，他只是骂吕布的人品，他从来不说吕布是懒子，他不说吕布你是个傻逼啊，对吧？他不说吕布你对吧？你有本事你咋不干跟我干一架呢？他其实他懒子呢，他没这么说，但他还是觉得这个吕布是条汉子，只不过人品不咋好，对吧？张飞就是骂人就骂人品啊。而你看这个其他人跟吕布就不敢对着干了啊，对吧？跟吕布对着干就是没啥好下场。张飞不就是正奇吗？对，赌命奇，对，啊，没毛病啊。懒子是什么意思？懒子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应该不叫懒，他应该叫卵啊。这个东西，其实你自己体会吧啊，自己体会吧。你这是懒子啥意思都不知道啊。好，还是走反路。这个玩法非常实惠啊，一手野火燎原。好，这个小兵被卡在这儿啊，感觉设计的特别实惠啊。
其实小的时候我看三国，问我最喜欢看三国什么时候呢？喜欢看诸葛亮，尤其是这个喜欢看这个，先是那个三顾茅庐，然后呢诸葛亮出师啊，第一个战役叫什么？叫火烧博望，然后火烧新野，对吧？携民渡江，舌战群儒，再加上对吧？什么借东风啊，草船借箭啊，借东风啊，什么力夺四郡呐，这都是我那时候小的时候最喜欢看这段。但是不得不承认啊，我告诉你，三国最好看的一段在哪儿呢？其实要我现在想，我觉得三国最好看的一段还是在哪儿？还是在三国的前期，就是还没有所谓的三个国这个一说，当时还是东汉末年的时候。这个无论最开始，从一开始，对吧？桓帝、灵帝，这个后来这个何进掌权，对吧？董卓罢京师，凤仪亭，再到这个什么，对吧？这个吕布啊、曹操啊、袁绍啊这帮人互相搞，这是很有意思的啊。相反呢，再喜欢看就是到后期也很好看。什么后期呢？后期呢，《三国演义》啊，就是不太好演了，因为这个故事啊，可能显得比较二线了啊。这个编剧再编，因为他那个故事，他故事背景不够精彩了。但是呢，其实邓艾、钟会还有姜维这三个主线人物啊，最终呢还是当然主角呢，其实并不是姜维啊，主角还是司马昭啊。主角应该还是司马昭，以司马昭为男一号。然后呢，这边呢，姜维其实姜维在电视剧里面，姜维是男一号啊，因为咱们还是以这个蜀汉啊，以这个季汉为这个视角啊，希望他能赢，所以说你认为他是主角，但是事实上呢，根据这个镜头和着墨点啊，从这个兵困铁笼山开始啊，那就是司马昭才是主角，对吧？司马昭，然后邓艾、姜维和这个钟会这四个人展开的斗争。这是比较好看的，但是呢，由于很多人就不愿意就觉得这个故事背景没有吸引力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人现在很多人拍戏，很多人对吧演电影啊，或者也拍电影拍电视剧，都是想要强 IP 大 IP， 他宁可把这个东西拍烂了。比如说三国怎么拍也拍不烂，西游、三国它就是拍，对吧？找一个经典就好好拍，想原创的东西太难，因为只要你一拍，对吧？这个故事大伙儿心里就有数了，就票房就有保证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情况啊。好，骂王朗那个，其实骂那个王朗那个我觉得也没啥吧，主要是名场面啊，主要是啊。吕布和泰森谁厉害？这个吕布肯定是打不过泰森，因为吕布没有那么多弟弟。泰森打吕布，只要对吧，把自己弟弟全召唤过来，吕布懒子啊。但是按照这个书里面描写，假如书里的吕布真复活了，那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：一个吕布打两个泰森跟玩一样啊，都不用武器的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石佛哥3手大金卡支持我了啊。吃什么呢？吃这个菇鸟啊，这2天一直在吃菇鸟啊，对嗓子好啊。对啊，吃菇鸟对嗓子好啊，那必须得吃啊，对吧？电影明年暑期上院线，我建议大家伙，哎呀，反正你们想看你就看吧，反正确实由我出演啊，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反正我不能坑你们，反正。我操，这一个野火燎原真的爽！哎呀，5G 哥来了啊！欢迎我们5G 哥啊！5G 哥昨天让我狼性情了啊！这个5G 哥来了还给我狼打招呼。昨天5G 哥最狠的是，作为一个大哥，对吧？守护我狼不说呢，然后还过来给我狼那个当非常尽职的房管，还帮忙维持秩序啊！我觉得5G 哥对我狼真的是真爱啊！好，撩起来，小气功卡住兵了啊，就非常简单了，1、2、3、4，前手一撩。好，再去出小箭头，
这个 BOSS 是我认为最简单的 BOSS， 没有之一啊。到目前为止还是无伤。好呀，好，感谢我们的5G 哥各种舞蹈加外加粉丝卡，然后直接一首不如跳舞啊，直接一首不是感觉5G 哥的这个礼物都感觉特别可爱啊，这个礼物太可爱了。感谢我们的没事瞅瞅啦，正是我狼的一手大金卡。这个不如跳舞是什么啊？感觉看起来一个小女孩在这个跳来跳去的啊。一共多长时间镜头？我没有，我镜头大概几分钟吧啊。其实我是一个边缘人物，但是其实你们可以找小狼，就是我拍了我有很多客串那个非重要角色的戏，然后也在那里那个溜溜达达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啊。啊，小狼菊花不保，我狼菊花。好，我们5G 哥一堆舞蹈家，这个舞蹈家是不是就是抽奖的东西，然后才抽出来的呀？啊，你们这一顿赠送，我去。好，还是卡住兵，一会儿肯定要给5G 哥来一首这个，对吧？哎操！啊，好好的无伤，他怎么能被这个打了呢，兄弟们？你这个无伤，我说句实话，这个受伤是真的点儿背啊，这个受伤是真点儿背。明年暑假啊，明年暑假，小狼怎么变样了？我变得那么聪明啊！我确实可以吧？我这个形象，我可是说到做到啊！我都快减了70斤了，兄弟们。真的，我都减了65斤了啊！好，1、2、3下蹲，1、2、3、4前手。像这种 BOSS 对于马超来说是真的好打啊！他的连招非常不是我说的简单，是对于这个高手来说非常简洁，就是1、2、3下蹲，1、2、3、4前手。你看。其实啊，就是我去拍的那个电影里面，里面有很多镜头，包括很多的那个里面设计的镜头都是我去参与设计的啊。当然我这个就是不是吹牛逼啊，是真的有，包括里面有很多其他镜头，包括里面有小孩的镜头，这都是我去掌控的啊。咱也不是为了装逼，但是咱实话实说，但是说就这么说吧啊。电影工业的，当你了解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其实就跟拍段子没什么两样，只不过比拍段子要高级一点，要这个专业一点，对吧？其实就跟你拍个段子没什么区别啊。好，麻豆吗？好，再次感谢我们的5G 哥啊，我们5G 哥今天又兴情了，又送给我狼一堆这种礼物啊，这礼物这个应该也是价值不菲啊。刚才那个不如跳舞，是的，是一命的。刚才他不小心啊，他不严格来讲，我想说他其实到目前为止，按理说应该是无伤的才对，但他确实是受伤了。他不小心被那个冲撞车给撞了，他不是被兵给狗了，是被车撞了啊！这个太嘚儿了，这个啊。所以说不要提片酬，不要提我拿了多少钱。对吧？我去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我狼还是挺难受的啊。我不敢说我比导演累，毕竟那是导演的心血，但是我也拿这个电影当成我的心血。但是我多了就不说了啊，兄弟们，你就像我昨天来开播一天，5G 哥就给我直接送了一手5000块钱的礼物，啊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。然后我去拍了24天。我拿了，哎，你们都猜不到啊！不说了啊。好，1、2、3下蹲。好，连续的撇。我说话的这个口风，柱哥，你就能想得到我的内心是多么的失望吧？所以说你问什么，他无论是怎么样的拿，最终的结局你应该能猜得到。我这个口风就不用多说了吧？啊。
好。你看，这感觉玩起来非常随便啊！1、2、3下蹲，1、2、3、4 A， 可以用小道具起手。好，对这句话，这杆儿没钱，这句话说的是很重要啊。但是呢，转念一想，既然抱着去学习的态度，咱们就不扯这个事儿了。所以你问我呢，虽然说我很失落，我也很觉得很那个什么，对吧？但是既然对吧，咱们抱着去学习的态度，那就好吧，不扯这个事儿了啊。但是无论怎么样啊，对吧？你这个辛苦的这个事儿，没法说啊，真不如啊！我要这么说的话，是真不如一晚上的直播啊！你想嘛啊？好，女演员的微信加了吗？加了。那能不加吗？我多专业呀，对吧？肯定要加的啊。但是女演员，这个好，这一顿下蹲 A 啊，你看他非常爽在哪儿呢？就是2下就死，而且可以相当于算是连招。打完之后呢，这个小兵还有一个受创的这么一个后仰，对吧？挺狠啊！4下直接 A 死胖子，这是不是那个女演员嘛？其实我跟你们讲啊，女演员其实也是人，就是不是，我不是说其他人不是人啊，我的意思是她不是像大家伙想象中，其实这个职业没那么神秘啊，就是普通人。对吧？其实就是比如说，包括就相当于，比如说这个演员他有一门手艺，他的手艺呢就是演戏，对吧？他的技术呢就是演技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的先天条件呢，就比如说长得形象比较立体呀，比如说长得漂亮，或者是长得比较符合某一个条件，像有的配角演那个母亲、演丈母娘，或者是演老婆婆，特别像啊，这都是他的优势嘛，对吧？对吧？这就好比你有一个手艺似的，你比如说现在。对吧？那个我狼什么手艺？我狼可能解说可以啊，对吧？吹吹牛逼可以，而且呢，人长得虽然说谈不上帅，但是绝对不丑，对吧？啊，做一个路人是可以的，这就是也是手艺嘛，这也是先天条件啊。你可以像女演员，我跟你们讲啊，都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，对吧？她也吃饭，她也喝豆浆，对吧？她也早上吃个鸡蛋，喝个豆浆，整个南昌拌粉，喝个瓦罐汤，对吧？没啥事在片场没招了，导演不行了，我得上个厕所，你帮我找个厕所，你就得去啊！你就想细想吧，无论她长得多漂亮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这都是人啊。好，一顿下蹲 A。其实我参加完这个剧啊，然后我们剧里面有个老师特别有意思，就剧里有个老师是专门演那个男主角的那个母亲的啊，无论是小的时候还是长大的时候啊，是一个会说粤语的一个广东人啊，而且他是在那个香港跟很多那个明星拍过戏，但是当然也是演配角，他就介绍我去那个欢乐颂。他介绍我去那个欢乐颂，然后那个演一个角色，但是后来我没去成啊，因为那个剧组是大剧组，因为它是大剧嘛啊。后来呢，这个就没去成，因为本身我并不是，我属于素人啊。大家伙儿知道素人什么意思吧？就非专业的啊。但是什么叫专业，兄弟们？专业就是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叫专业，对吧？很多人说不对，小狼，那你得是影视学院毕业的才是专业，不对。专业就是你专业干这个就叫专业，但你学这个，那当然在专业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科班出身的这么一个名头啊。当然这也是更好。你像我们片场有很多中戏的啊，片场有很多这个配角都是中戏的，现在正在读的学生啊，这都是正常啊。好，这边直接走。我们个人感觉啊，15级又加了点血量上限，但是其实严格来讲，我真的想说他现在是无伤的，但是他跟被车撞了，我真是服了啊。
其实如果要是要我去拍戏的话，我演技可以，对吧？但是你得符合，你得给我这个剧本，你得给我发挥的空间。所以说我干脆啊，这不是去学习去了吗？等以后我自己拍啊，等我以后我就自己拍了啊，根本就不慌，对不对？这个拍电影这种事儿呢，太烧钱。所以说，等到有机会啊，可能是觉得自己拍一点短片，拍出点效果，到时候参加点什么竞赛单元，看看能不能获点奖什么之类的啊。开玩笑啊，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，但是我是真是跟大伙说，凡事啊你都得去设计。想当年我解说的时候啥也不是，对不对？虽然说现在也啥也不是啊，但是呢，那你看我现在毕竟还能拿这玩意儿吃饭，大家伙还对我还是有点依赖啊。就你看我狼，我最起码我睡不着觉，我听你解说我能睡得着。对吧？咱确实我挺开心，但是呢，想当年在2007年、2006年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刚刚步入解说，那个时候我只能说，我现在想想我自己除了跟傻逼之外没什么区别，我自己都可以骂我自己，真的啊。但是呢，没什么说的啊，因为你只要练，慢慢的去研究，在从事这个行业，你只要练了10年，对吧？你真心对待这个行业，那你肯定一定会做出一点成绩。对吧？尽管你没有天赋，尽管你可能不如这帮人专业，但是你慢慢来，一旦有点机会，以后拉点投资，自己拍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也未必啊，对吧？这个小事儿啊。好，一个度，1、2、3前手，一定要1、2、3前手，不要1、2、3、4啊。第4点还没练出来，你就会被这个貂蝉打。好。刚才又挨打了，刚才啊。其实我跟你说，像这些小道具是真有用。小箭头，他刚才为什么要放那个傀儡娃娃呢？因为不放白不放啊，反正一点给。你看，风书，然后傀儡娃娃，该要啊。锦无霸。在这儿的话，他是选择放风书吗？没有，选择跳起来打。下蹲 A 先把蛇清了。你看啊，这个马超啊，特别克制这个小动物。很多人说赵云打这个鹰也是一下跳 A 就死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赵云只是打这个鹰跳 A 死，但是呢，打其他的动物就不如马超攻击力高。马超呢，可能就比较可能打猎的比较多啊，比较克制这种野兽啊。中戏的小姐姐气质这块如何？没有，我们剧里面一共就2个角色是那个什么，是那个中戏的，一个是男主角的这个女朋友过来探班然后客串的，另外一个呢是演的配角，就他俩现在是中戏在读的，其他的人不知道啊。其他人不知道哪毕业的，你像那个男主是93年的，女主是05年的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你可能没听错啊，男主是1993年出生，大家伙知道啊，93年，而这个女主是2005年出生，他俩相差多少岁？你算一下，来，你算一下，2个人差1轮，对吧？申猴有鸡，俩人都属鸡的，93，对吧？应该93都一个属鸡的，一个05属鸡的，反正是。哦，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啥啊？男主和女主俩人谈对象，但是剧里面他俩他们差12岁啊。好，吕蒙飞轮，哎，这个飞轮浪他应该早点撇啊，他这飞轮浪费了。好，飞轮，哎呦，是真贪。跳 A 前手，有飞轮在手啊，绝对是打这个吕蒙的终极杀器，绝对过瘾啊！跳 A 下蹲 A 捡起来，这4个轮，大哥你就这么浪费轮吗？好，这个时候跳 A 下蹲 A， 他还是省轮啊！又来了，这个轮要撇了吧？好，这个呢不费血啊，无所谓。1、2、3下蹲，1、2、3、4，没打前手。好，
身体素质好了不少，你说是好了不少，但是我这次病了，我也是蒙圈了啊！我是怎么病的呢？我是在那个海里，我游泳池我也去了，海里我也去了，我在同一天，我就在那个里面，可能一个猛子扎进去，然后呛水了，呛到呼吸道里了，结果呢，我可能就感染了，是这样的啊。好。有道具呀，打这个 BOSS 是真的快啊！这个 BOSS 咱们卡不住兵，所以说玩起来呢还是比较猥琐。刚才如果 A 打前 A 的话就已经结束了啊。下蹲 A 没死，擎天锁没有，选择一个小箭头。反正啊还是比较简单，我觉得他目前为止呢还是。有机会挑战无伤的，因为这2次受伤吧，都挺另类啊，就是没有，它不是技术上的，就肯定还是失误了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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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好，直接走。你看这里面进去的话，这个蒙古包是要进的啊，因为这首蒙古包你记住，这首蒙古包他妈的里面有一个太清丹经啊，马超好不容易能吃一个东西，特殊的中宝，我们小的时候都管，像炖书啊叫大宝，什么什么杜康酒什么的大宝，然后呢，像这个隐身衣呀，什么太清丹经、黄石公啊，这都算中宝。但凡说就是中宝，因为它也是能克盾嘛，能立盾书，就是盾书和它一起放，然后那个，比如说像什么傀儡娃娃呀，像什么赵万壮啊，像是什么元军令啊，天师符啊，黄石公啊，这都算啊。好，进屋吧，老姑父这是比我呀啊！这个电影为什么找到我？有什么？没什么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专业呀，因为你这个电影它就里面有这个角色，就是我专业呀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们别提了，能不能别提这个电影了啊？我就本身明显看出来就比较上头，比较上火，然后就是心态就没有大家伙想象中那么好，然后回来还病了，然后到这里就开始那啥，你还是要问什么？你问这都没有意义，你还是问。那个女演员活好不好啊？什么那个现场那个什么场记小姐姐长得好不好看啊之类的啊？说那个啊，好，好一顿烧啊！你看像这个。随便打，就是面对小动物，放天师符都是污蔑，都是有点那个瞧不起这个马超啊！马超根本就不考虑这个事儿啊！好，赶紧跑！这3只老虎，其实这个 BOSS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打，主要是老虎讨厌啊！你看老虎还会瞬间移动，1、2、3下蹲，1、2、3、4前手。拖屏幕，这沙摩柯拿的这是真实锤啊！给狼嫂点份宵夜，它不香吗？操！好了，直接放走。那这里面的话，我们看看是不是要跳这个左慈啊？是不是要跳左慈啊，兄弟们？单 A 下蹲，单 A 下蹲，好。今天就不宵夜了啊！今天就不宵夜了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这小曲儿多开心啊！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里的音乐啊，明显它都是属于那种纯背景音乐，没有像那个其他的那种那么爽啊。好，咱们不能吃，咱们没有吃属性剑的这个用处啊，因为咱们是禁剑的，所以说无所谓。但是呢，可以选择打这个，吕布啊，因为有盾书。好，女兵就正常打啊，你正常打这个女兵就行。但是他是不打了？我们看看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他打女兵1、2、3，对吧？单 A 下蹲 A， 单 A 下蹲 A， 或者1、2、3下蹲，1、2、3下蹲，随便打，直接可以秒掉的。啊，还是为了安全啊！双烧直接烧死，然后铁甲，黑色的，要扔吗？他还没扔铁莲花啊！我有这种想法。今天可以正常早点下播，因为从10月份开始啊，还是要争取每天都开播啊，争取不休息啊。因为10月份呢，这个咱们好像据说那个斗鱼加了一点工资，然后我准备好好干，然后呢也到时候呢，对吧？凭借自己的节目啊，大家伙就是能贡献人气就贡献人气，能贡献礼物呢，我狼人也当然收着啊，我狼人也不夹过啊，我狼人也不那个，对吧？也不那个假惺假气的啊，就是哎呀无所谓，白嫖就无所谓了那种啊，反正该送我就感谢了啊，反正10月份好好做，对不对？10月份好好做，然后争取拿到一份比较不错的工资。对吧？让这个年过得稍微开心一点啊！其实我们跟江湖当中的卖艺的其实也差不多，无论是这帮高手还是像我。好，直接先认识，我操，这一锤，兄弟们！哎，他为了追求高输出，你看不看见？难受了，真难受了啊！再仙人指路2点，隐身衣没有了。刚才这一锤，你知道多少血？天王难度啊！这一锤多少血呀？得有他妈感觉得好几百滴血，对吧？凭本事吃饭不丢人。好，你们现在是不是在等着呢？但是明显啊，这哥们是要跳这个左慈的，对吧？好，再来。啊，5G 哥都表示支持啊，5G 哥在场，那我心里非常有底了啊，可以打死了。小的们看招！好，马超打确实不好打啊。其实如果要是打死那个吕布的话，有天盾书、人盾书、地盾书，再加上天师符，再加上土雷，我觉得打也不难打啊。其实我觉得也不难打，他这一锤大概你看他一锤大概相当于现在这个血量的1/3吧。你看这个天王难度多赖吧？早了点睡不着。吃梨润喉，今天没少吃水果啊。好了，我们看看。现在是由于啊，无论是你马上20级，也是加血量上限，还是怎么样，这都无所谓。反正现在呢，就这点血。这个血呢，如果就大 boss 的一个招，比如说像那个许褚啊，一个谁敢惹我，你可能就死了，真的啊，一个谁敢惹我，你可能就死了，你懂吗？啊，我有统计过做什么节目观众看的最多吗？分站吧。综合的话，《三国战记》人最多啊，综合的话，
如果要是就单体来讲，是 TAS 作品的 FC 最多单体，系列的话是《三国战记》。然后呢，如果是国外的话呢，排名第一是《三国战记》和并列《三国志》，就是那个 Dixo Oxoji 那个啊，哎，就那个也人气高，但是那是在油管嘛啊。好，连续的1、2、3下蹲。其实啊，你像这个解说啊，你像解说这个《三国战记》，其实大多数我认为啊，像现在的这个生存环境，要不然就是直播，我陪大伙唠嗑。一个好的解说，就跟郭德纲对吧说的似的，一个好的说相声的，其实就是跟观众聊天，对吧？把自己的这个技术啊，把自己的这个脑袋里想的事儿啊，对吧？就是奉献给大家，哎，大家伙图一乐，啊，开开心心的。你像我也是，来这儿呢，你说你一宿都乐，那不能啊，咱不是专业的相声小品演员，但是呢，咱是陪你唠嗑。你是能睡觉呀，还是对吧？就有点像一个虚拟的一个小男友一样啊！你别看你性取向正常，但是呢，真找个女的陪你，让你哄你睡觉吧，你可能就想歪了，你可能就觉得你不想睡觉了，你想和他一起睡啊。但是有我狼就不一样，我狼可能陪你唠嗑吧，他给你唠的就比较邪乎，对吧？你能找到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，哎，找到乐趣。你像你《三国战记》，谁可没看过是？你像大伙儿现在啊。咱这么多人往这一坐，无论是左慈还是啥，其实吧都知道咋回事，对吧？你比如说我标题天王马超尽血尽剑一命通关啊，对吧？那就一命通关吧，那我都知道咋回事，但是为什么会看？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人，对吧？这个小伙精神小伙啊，这个不要脸，搁这叭叭叭的，反正你听起来你就喜庆，那这就好了，我觉得就行，对吧？但你说你没看过的，还有直播的，我觉得你像尤其97比赛，你像这个啊，有点悬念啊，你这不可能说是，你虽然说会夺冠的几率大，但是咱们其中咱们还可以看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就是你像那个三国战记比赛，明天其实是有三国战记比赛的，我们明天先解说拳皇973问的一个4强赛，解说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解说这个三国战记的比赛，好像后天也有，所以说11期间我狼啊，这个精彩不断啊。惊喜不断，月入上万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直播一下富甲天下？富甲天下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单机游戏《生化危机》不知道，我不会玩啊。其实单机游戏我也可以解说，只不过单机游戏找不到共鸣，就是它不是一个点。你像我现在在这里玩玩这个《三国战记》，还有 FC 类型的游戏，或者恐龙快打等等吧，或者拳皇97。在这个圈里，很多人一看就是觉得，哎，小狼这个玩的好，就或者解说我喜欢看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如果说是那个其他的这个游戏，可能就很多小伙伴就觉得看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啊，就觉得好像找不到那种共鸣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得慢慢来。单机游戏啊，其实你像啊，只要我能玩，我会不会玩都无所谓，我能玩我就能说。只要我能说，那其实什么游戏都一样。就有的时候，你像我狼，你想讲什么小狼夜话，对吧？那也一样啊，没什么不一样的，就跟大家伙吹吹牛逼、拜拜火啊，对不对？这都一样啊。好，一个盾书，我们看看许旭啊，在这里直接放太平要术，好像只能打3点。哎呦我操！这一点一个不小心有可能会被秒，他3点都打不着。我觉得这个太平要术这个道具设计的不合理，确实，尤其打这个许旭啊，确实是不合理。好，这是哪个玩家玩的？在屏幕的左下角啊，叫小李仔啊，也是老伙伴了啊。其实，在右边可以写，但是我就是没写而已，关系都比较熟了啊。小李仔抱你头啊！
好，这个无论是天王难度还是什么难度啊，这个黄盖小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会卡兵，其实你只要把屏幕拖过来，它就没有兵。这个卡兵是我感觉是最好理解的卡兵方式啊！你没有把这个地图拖完整了，这个小兵它就不出来，哎，非常逗啊！这个为什么是许旭？他应该就是他的文字基板打错了。我个人感觉呢，这应该就是一个纯失误，它不是 bug。啊，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啊，就是他绝对是能打出许褚的楚字儿，但他就是打错了，我认为是这样的。好，字库不足，但是这个板能打出墩字啊，不是墩字去了，能打出许褚的楚字啊。好。只要没有小兵的 BOSS 啊，基本上是白给。你看，纯就是白给啊。不过你要说这个五笔，倒也不至于，因为你看五笔的话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学过五笔。五笔的话，绞丝儿旁应该是 X 啊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绞丝儿旁应该是 X。然后它第二笔，咱们看它的笔，右边是对吧？上面是横竖横撇，对吧？反正我记得是我当时学五笔，我五笔打字速度很快的，好吧啊，就是民间高手。但是呢，我忘了，我都不会了，因为根本就不需要。我就想说啊，就想当年就智能 ABC 的时候，我都不需要五笔打字，我何苦呢？对不对？最主要，不要紧。最主要的是为什么不用五笔打字？我告诉你啊，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照着打字，我们不是把这个字打下来。我们不是那个不会敲这个字儿，我们是不会写。比如说你想到这个字儿，比如说这个字儿啊，假设这个字儿叫嫖娼啊，那么这个嫖这个字儿我不会写，我不知道左边是啥，我忘了，左边是啥，结果打一个七星瓢虫的瓢，那肯定不行啊，对吧？你点是那个是吧啊？那娼又是怎么写呢？一个字儿加什么字儿，就你想不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用什么呢？用拼音。那赶紧呐，磨磨该该的啊！他这个地方应该是有点什么事儿啊。好，直接走雷道啊！这里面他为什么要拖时间啊？直接走雷道了啊，反正是无所谓的。咱们打了这个貂蝉，所以说走雷道。我最讨厌墨迹啊！我也高手，我也忘了。五笔是真没有用，真的，五笔是真没有用。就是你不会写的字儿怎么办呢，兄弟们？很多人说那就是你业务不过关，不过拼音就不一样了。你总不至于说，拼音我不会说吧，对吧？你总不是说拼音我不会说吧？有人说，小狼，我说一句话，你跟着打一句话，你这个就真的就得用拼音去打，对吧？真的用拼音去打。如果你不小心对吧，你做什么会议记录，或者说怎么样庭审记录，或者说什么的，哪怕比如说是一个演讲稿，一个演讲的一个老头，中文系的，说话之乎者也的，对吧？你说的字儿你都不会写，你还打什么字啊？你根本就不用想打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有拼音，你要听打还是要拼音？你像我们当时我是在这个大学，我学新闻采编与制作的。对吧？所以说我对吧？我播音也是我的这个主修课嘛，对吧？所以我学新闻的。但是中文系呢，除了新闻之外，还有文秘，还有导游什么的啊。当然呢，导游这个应该算是副业了啊，它主业还是汉语言文学啊。但是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个专业叫什么？叫速录师专业啊。当时是火了一阵，现在就拉倒了，这中文系都没有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所谓的速录师，现在你说有用吗？现在都是 AI 听打了。说实在话啊，你现在 AI 就直接就是你说什么话 AI 就帮你记录了，大不了再多一个校对的人，对吧？在后期帮你校对一下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有的词语可能这个 AI 识别的不是太好，太过关，但是迟早 AI 会比人脑要牛逼很多的，你懂吗？那想当年速录师专业，他们打字就专门特制的一个键盘，这个键盘呢声母韵母分的都比较就它不是按照那个国际通用那种
它最开始就包括键盘啊，就包括现在咱们用的这个键盘，最开始它为什么要设计成 QWERTYUIOP 什么的？它主要就是怕你在录入的时候吧，你就它特意给你分开，怕你录的时候录错了。最开始打字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它不能取消、不能删除嘛，你知道吧？那时候打字机是这样的，尤其是那时候机械键盘，然后打字，所以说是这么个情况嘛啊。大家可能理解就好了。有的时候吧，人类历史吧，它的进程有的时候，它不是因为说为了方便你才这么设计的，反而是为了不方便你才这么设计。最后大家伙习惯了啊，反而就是觉得，就如果说外星人如果外星人开上帝视角啊，他调查人类，他就发现人类这个科技进行到了信息时代。但是他的这个输入啊，就是我是一个社会行为，比如说关于这个人类这个动物啊，这个行为专家，我去研究人类怎么录入这个信息，他发现人类好像跟傻逼似的，为什么要整的这么难呢？事实证明呢，他不知道人类的发展史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那边的速录师，我记得最牛逼的那个状元，当年的那个整个那个系里面那个专业最牛逼的人啊，他的专业速录是1分钟400个字，我操！当然啊，这个准确率在97%点几了啊，就是它是有一个模糊的这么一个评比概念啊，模糊的评比概念，并不是说一定要先100%为主啊，可能是允许你稍微的错一点啊，稍微错一点，就是倒也无所谓的。当然总体来讲，为了全对，反正200个字那是肯定是没有问题。而且它那个是除了键盘之外，还有它的软件，就跟咱们现在那个什么酷狗啊，或者不是酷狗去了，什么搜狗啊，或者什么拼音输入法，就是它那个词库里面都非常的专业了。就什么词儿都有，而且你想要什么词儿，你这个词儿没有，等你下回再输入的时候，它就完全就有。你可以用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式把它打出来，比如说一句话，比如说这句话叫，对吧？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就这一句话，它可以敲4个字母，就随随便便敲出来。好，来看看隐身一的这种尾联方式。貂蝉比马超难吗？我觉得比马超难的啊。当然马超的话主要是还能用属性键啊，这里面咱们是不让用了，但如果要用属性键的话呢，也确实比较赖的啊。好，1 2 3下蹲，1 2 3。其实想一想啊，感觉这个马超用隐身一的持续时间还是蛮短的，还得是诸葛亮啊。好。看看这个3个太清丹经啊，你看你就想这个曹操变成小动物之后，无论是变成一只鹅，还是变成一个熊猫，还是变成啥，反正太清丹经就下蹲 A。哎，熊猫好，1 2 3下蹲 A， 1 2 3下蹲 A。好，太清丹经小龙。可以再多打几套啊，还是不够贪啊。隐身一可以秒了，他准备秒啊！先手爆气，一个毒镖，一个点，然后先日落，先锁，没有属性键啊，所以说他还是稍微低调了一点点。一个毒镖，仙人指路。如果有冰剑的话啊，那就非常疼了。好，可以爆气。爆气，哎，他不爆气啊！1 2 3下段，1 2 3 4下野火燎原，没接上小兵儿，讨厌啊！其实这都已经随便玩了啊，因为可以练各种各样的那个道具，还有这个必杀，所以说伤害还是蛮足的啊，伤害蛮足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他是被车撞了一下，打貂蝉的时候被打了一下，然后那个是被实锤了一下，就3下。哇，太变态了啊！全程挨打了3下啊，被车撞咱就不说了啊。好，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的小李仔爆你头给大家伙带来的精彩表演，同时呢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